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阿茂老师。很高兴我们又一次在镜头前面遇见了这位传奇的武术大师陈阿茂老师，他在我心中是一代宗师。赶快借由这个机会跟老师打声招呼。老师好，观众朋友你们好。好的，还有特别来宾高世峰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小学妹，大家好，颇受观众欢迎的小学妹哦，有机会让她多多讲一些话。好的，老师，中秋节即将快到了，有朋友问，8月15中秋节，我们到底要拜月老，还是拜太阴娘娘？因为月亮嘛，哈，那还是拜福德正神呢？那请问这3尊神到底有什么不同？老师这一题，您神事学专家，再帮我们解惑一下，谢谢。以前帝王在祭天，那个书文就是皇天在上，对，后土在下，皇天代表父，后土代表母。那日跟月，日代表父，月又代表母。那中秋12个月里面，8月15的月亮特别圆、特别大，对，因为这是跟我们的地球绕着太阳，那月亮绕着地球，刚好在这个节气的那个位置，到8月刚好月亮距离我们地球最近，所以月亮特别大，所以又好像一年的中间过了一点点，所以中秋就把它设定为太阴娘娘的圣诞。所以既然是太阴娘娘的圣诞，那皇天后土，8月中秋，对，一般民间信仰的土地公庙也把土地公当成这一天就是他的圣诞。是。那到底是2月2号是土地公的圣诞，还是8月15是土地公的圣诞？如果我们把它很牵强说，2月2号叫做后土尊神的圣诞，对，后土尊神叫做土地之神，是。那8月中秋是福德正神，那请问福德正神又生土地公，那到底这2尊有什么不一样？是，所以这叫做民间信仰，很多大家都不敢追究得很清楚的地方，因为讲得太清楚，很多人就迷茫了。那到底我拜的是土地公呢，还是哪一尊神？是。那请问月下老人又称月老，月下的老人，那月下的老人，那请问他是什么人？跟月亮也有关系，是不是跟月亮有关系？应该是。所以以前很多庙，你看他的月下老人，他雕的像跟土地公的像一模一样，一样是拿拐杖，一样是白胡子，一样还是有戴那个方巾帽。对。那有人觉得方巾帽一戴就跟土地公一样，就把那个方巾帽拿掉，头就像太上老祖的那个，看起来就更像老人。所以这样叫做月下老人。那到底哪一个法相是对？都算对，因为都是拟人化而已。所以比较有拜官也是说，有人梦到在刚好8月中秋，月光很亮的时候，他梦到了一个老人家拿一条红线给他，把他的手绑一绑，叫他这一条红线的另外一个头，看喜欢哪一个，他就把它绑一下，这样就可以结成一起。所以牵红线，月老先把你牵起来，然后留一个头，再给你去找寻你要的对象，把他叫过来。这个他不错，我们把他牵上去，那你就不得不嫁给我。所以牵红线是不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民间信仰什么月老在牵红线，所以这就是拟人化在我们的民间信仰里面。月下老人的手中就拿了一把红线，所以求红线。那求红线回去，就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心系到我们爱的对方的心那边去，而不是拿过来我这边缠一缠，在你的那边缠一缠，那我们就会白头偕老。所以就知道说，实际上太阴娘娘、福德正神、月下老人这3个都是在讲同一尊神。是同一尊神，可是样子都不一样。太阴娘娘是女性的装扮，对。那以前的太白金星、太乙真人，她也是女的啊。那现在为什么变成白胡子，跟太上老祖法相一模一样？所以为什么民间信仰的法相？它只要不是由人修行正道的雕刻出来的法相，都是拟人化，以他的神格神识把它模拟出来的一个像。所以民间信仰的这个法相，它不是标准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8月中秋，太阴娘娘、月下老人、福德正神，实际上都在讲
同一个神灵哇，哦而只是他派到不同的地方去，是他的管辖不一样而已。了解，一样是我们主持人派到内政部管的内政的事情，派到外交部讲的就外交的事情，派到财政部搞不好都是在管钱的事情。所以一样，这个人因为他示现给不同的族群看，对，就像观音菩萨的32化身，加上一个应声下去33，所以一样一个菩萨为何有那么多的像？一样的一尊神灵，为何有女性装扮，有老人装扮，还有拿拐杖的慈祥老人的装扮？所以就知道说，我们的8月中秋拜的是福德正神，也是太阴娘娘，也是月下老人。哇，所以心诚就灵。对，老师你这样讲，一开始我很震撼，很难以接受，因为这3个明明太阴娘娘是女生，福德正神是这个男生，那月下老人又是老先生，这3个融在一起实在很难想象。但你后来讲这个比喻，我就懂了。我们同一个身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穿着跟角色，对不对？好，就像我在节目前面，我就穿长裤，然后穿衬衫，平常都穿内裤，在家里，在公司我就穿短裤，方便作业嘛。我平常都穿内裤。对，老师这里在穿长裤，表示我对这里的重视，这样子。好，所以原来是身份不同，所以显象不同，我们拟人化的方式也不同。再次感谢老师给我们这个8月15的解答，谢谢。谢谢老谢谢老师。师。好的，各位朋友们，8月15即将要到来，中秋节1年1度的中秋节是家里团圆的好日子，也是我们同时拜这3尊神，原来就是同一尊。感谢老师跟我们说明这件事情，记得赶快把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周围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来认识财茂老师的好智慧。能够认识财茂老师，我觉得这是我此生很大的福气，赶快推荐给你，那你也推荐给你朋友。我们下一次见，拜拜。拜拜。